OK，欢迎大家回到 Luxosie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4月运势，终于正式进入到春天了。然后呢，在这个季节交替的阶段，巴黎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点阴晴不定，然后常常下雨。不知道大家那边天气如何呢？那我们春天的开始，也就是要迎接一个崭新的开始咯。那我们今天就先省略用音波冥想的部分，然后我想请大家回馈给我，看你们是觉得没有冥想的部分比较方便，还是你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冥想的阶段，让你们能静心来选择牌组。好，我们现在面前有3副组牌，你可以自己暂停影片，深呼吸3次，睁开眼睛以后，看哪一个位置的牌组最吸引你，或是你可以从下面的小物来选择。我们第一个牌组的小物是埃及的猫咪雕像，第二个是蓝色水晶，第3个牌组是 Coco Chanel 模型香水。好，我们这个是我朋友送我的，谢谢雷梦娜。好，然后你们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我们选择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个埃及的猫咪雕像，我把它放这边。我们今天的月运会用一个比较不同之前的方法来为大家解读。我们会先从这3张牌来看一下大家4月的能量，然后会再去分别分析事业学业，然后感情运势，好吗？然后看这个方法大家会不会比较喜欢。我们先来看4月整体的能量是怎么样的呢？好，4月的能量第一张就是一个1号牌，这一张卡叫 Abandon 代表的是抛弃过往，抛弃丢弃不再适用你的事人事物。所以4月对选择第1号牌组的人，你们选到1，然后抽到1号牌，就很明显的宇宙指引你们4月是你们全新的开始。有一些人，你们可能经历了几个月的一些跟人的纷争，可能是感情上的，或者是在职场上的，然后你遇到一些困难的状况，让你觉得你好像被神或者是被宇宙遗忘了，被他们抛弃了，因为你感觉没有人帮你，好像连天使神都没有在帮你，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等一下我会解释，这2张牌讲的是说宇宙一直在看照着你，而你现在经历的这些让你不舒服的状态，都是为了引领你走向你的新的人生、新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会很容易处在舒适圈，而忘记了自己的在这个地球上的任务。所以宇宙会帮我们安排一些事件的发生，硬是把我们转到我们应该走的那个方向。如果你没有很顺畅的听直觉走到另一个你该走的方向，那就会有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事件引领你走到你该走的方向。所以我们遇到的任何不开心的人事物，我们都要去臣服它，因为这是宇宙给你的讯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你才能走到一个更适合你的路，更让你会更开心、更有丰盛收获的路。所以这张卡除了讲的是说你可能跟某一个人刚断绝关系、刚吵架、刚结束一段关系，或者是刚决定要离职，
但是这一些事情都是让你去走向那个新的开始。所以这张卡并不是负面的，这张卡代表你目前的能量，你可能有一点点某些部分人可能会有一点怨天尤人，觉得很无助，但是这张卡要告诉你，因为你没有看到前面的方向其实是光明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过去的 burden， 过去不再服务于你的工作、情人全部都抛在脑后。如果你遇到有一些人不懂你，不懂得你的价值，那是时候要转身向前走，带着你的智慧，你的有价值的行囊，然后把不需要的全部都丢弃，好吗？然后4月是一个对你们非常重要的月份。这张你们抽到了2张星际种子神谕卡，都跟埃及有关，所以一个说法是你们选择第1号牌组的人前世可能跟埃及文化有很深的连结，或者是你们的祖先是跟埃及甚至是神祇有关联的，所以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很受埃及文化的吸引，一直很想要去埃及旅行。那可能有少部分的人真的决定4月要去埃及去看金字塔，也有可能。如果真的有的话，欢迎在留言处告诉我们。然后这张卡叫做 We the Hathors， Hathor 是一个女神，叫做哈托斯，她类似维纳斯，代表爱与美的女神。然后这张卡要告诉你的是，你4月要重新找回并且启动你的神圣阴性能量，因为当你开始运用你的神圣阴性能量的时候，你会懂得把自己放在一个爱的角度来看你周遭的事情，看这个世界。然后当你的内心充满爱，你就会有一个对人对事都会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感觉，比较优雅的感觉去处事，去回应人际关系。 Deep love, mother's milk, birth as a portal。 那要怎么样去连接重新启动你的神圣阴性能量呢？这边阴性能量不是只是跟女生说的，男生也是，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男性你们都是习惯被社会规则教导洗脑，一定要用男性能量，要坚强啦，然后不能做什么让人家感觉很 sissy 很娘的事啊，不要再被这个也是社会规范把它抛弃吧。因为男性能量跟女性能量每一个人都有，然后我们现在要修的就是怎么平衡它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平衡了自己阴性阳性能量的时候，地球就会更平衡，就会减少纷争，这是真的。所以就算你是男生，你是把自己视为男性阳性能量比较强的人，你这个月可以开始接触一点比较女性的事物，去探索一下自己的阴性能量。看到感动的电影就让自己哭出来，然后你喜欢花 OK 啊，男生喜欢花很棒，就买花在家放，不要害羞，不要怕别人不懂的人就把它丢到后面。你呢？你不管男生女生，4月呢，你拥抱自己的阴性能量，绝对会让你在4月里面碰到的人事物，你绝对会处理得很棒很顺遂，让自己这个是一个爱与美的大门，把自己的心敞开，接收宇宙要传递给你的爱与美，就是宇宙有一个传递给你的大门，你要让自己心打开，才能连接到这个大门，感受到这个大地的爱，感受到宇宙要给你的爱跟讯息，因为他们是有在帮你的。但是你可能如果处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让自己陷入绝境，你就很难感受到宇宙的温暖跟他们的支持。然后这一张 Star Keeper， 你们这一组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是 Star Seeds， 你们
来到地球是有任务的，所以4月可能就是一个你灵性觉醒很重要的时刻跟月份。当你打开心胸去感受到宇宙给你的爱跟美的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灵性觉醒的征兆，你可能会开始，因为这张牌就是其中一个灵性觉醒最重要的第一个阶段，丢弃所有不适于你的人事物。你可能会开始觉得好像有一些相处很久的朋友，你突然不怎么想再继续跟他们交往了，因为你灵性觉醒，你会开始发现你们的频率不一样，你已经到下一个时间线或能量场，而他们还在停留在之前的时间线跟能量场，所以这个是很正常。如果你开始离开一些旧有社交圈，离开一个公司，离开一个感情，都是引领你走向灵性觉醒的路。而灵性觉醒就是要让你在4月去发现你在地球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要帮助地球体平，然后你的怎么样去帮地球体平，先从自己做起，先从自己让自己成为这个哈托斯爱与美之神。当你自己的频率提高，然后展现的能量会让你身边周遭的人也感受到这种爱与美的能量，然后他们就会被你影响，会感受到这种和谐。那当你影响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地球能量就会一起提平。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是某一部分选到第一个牌组的人是 Starseed 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有时候可能会喜欢做白日梦啦，或者是觉得不喜欢你身边一些你认为很无谓的琐事，然后就不想去做，然后想要逃避一些事情。这张卡是要说，如果你有这些状态，宇宙希望你开始所谓的 grounded， 让你自己更投入在地球上的3D 上的事物，这个3D 世界的事物，你还是要，就算你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因为我们身为人类，该做的事情真的还是要去执行，你才能继续让这个能量顺畅的流动。因为我们其实人在世上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们虽然是一个 individual， 是一个个体，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类是连结的。所以当你灵性觉醒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体验到这一点。虽然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不喜欢跟人接触太多，但是当然你不用逼自己跟人接触，但是当你有机会跟人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展现出这种很脚踏实地，然后用温和理解的心态跟态度去待人处事，他们就会被你影响，然后这就会帮助地球整体人类一起向上提升。因为现在如果你们有算很多塔罗牌，也有很多其他的很厉害的塔罗师会告诉你说，现在是能量转变地球提平的阶段，所以你们这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 element， 一个帮助大家提平的元素所在。 OK， 我们现在来看塔罗。所以我总结一下你们4月能量，你们如果遇到分离的状态，先自己好好的修复好，你大概可以知道你要不要继续去跟这个断裂的人际关系或职场继续有连结。如果你想要继续有连结，那你要跨出那一步去跟他们沟通，用你的有爱的态度跟他们沟通。但是如果你修复好自己之后，你沉淀好之后，你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相处下去的话，你可以勇敢的往前走，因为宇宙是在背后会接住你的，所以你不用害怕，好吗？我们现在用塔罗来看你们的学业事业的运势如何。好，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4月运势，学业事业方面的运势。我觉得你们4月一开始，可能因为刚刚讲述的这些，你感受到这种无助或困惑的能量，所以4月一开始
你们会有一点踌躇不前的感觉。你可能内心里面，或者是别人会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是你内心里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点子，可是你会有一种好像被放弃了，那你就干脆想说，反正事情也不会达成，或者是也没有人会帮你，那干脆就不做。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你们的这些受伤的情绪会让你跟你的高我断开连接，你的高我可能会一直试图要告诉你说，他会一直给你点子，给你灵感，你的高我或宇宙试图要跟你沟通，可是你4月一开始你没有那个心情讲白一点就是没有那个心情，你听到了，可是你好像就忽视它，所以然后你会有一种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感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们可能4月一开始会缺少一种感恩的情绪跟态度，导致很多好的事情你也看不在眼里，很多好事在你面前发生，但是你都没有去感受它，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情，因为你还把自己放在那种悲伤哀悼或者是怨天尤人的心态里面，所以你有一点自我放弃的感觉。然后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也就是代表说你是处在一个你的情感上很不平衡的状态，因为你的情绪没有办法被满足。但是你的情绪没有办法满足，并不是别人不满足你，是你自己没有平衡好自己，而没有办法去接受到别人给你的爱跟情感，或者是公司的支持，你可能听不到，可能上司在鼓励你、欣赏你，但是你听不进去，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你跟每个人都这样讲啊，你是因为了我很便宜，所以你才会称赞我，要把我留住。我只是打个比方嘛。然后因为你的这种情感的缺乏，因为你受了伤，然后对自己有疑问，不够爱自己，而去怀疑所有人对你的 intention， 对你都觉得别人对你的赞赏或者是好意是有目的的，然后你也不愿意，因为你有这种防备的心态，而不愿意去 commit， 去发挥你的所长，去投入你全部的精力去执行专案，或者去开始执行你脑海里宇宙告诉你的点子跟计划。所以4月一开始是处在一个比较停滞跟延迟的状态，事情就是进展的很慢，或者是根本没有进展。然后你的事业上有可能，或者是学业上，你会处在一个讲法，权杖5是你的事业或学业会有一个竞争激烈的状态。那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你可能4月中会开始改变你的心态，然后你可能会，如果你打开了心胸，你会发现你有很多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想法，你想要表达，你会突然发现有很多可能在工作上你有很多新的点子。那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反正没人要听我就不讲，但是到可能4月中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你对自己有信心了，你想要讲，你想要摆脱那种什么都压抑的这种感觉，因为你想要摆脱恶魔的束缚，你想要自由，你想要被听见，你突然想要一搏，想说可能你的点子很受用什么的，所以你愿意讲出来告诉别人。但是可能因为你突然变得跟以前不一样，而让身边的人无法接受，而导致会跟你有所纷争。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怎么突然变了，你怎么会突然这样想，你以前都没有听你说过呀之类的。所以你们可能要有心理准备，说职场上或者是学业上会需要跟人家常常要有，除了能力上的竞争，你可能要争取一席之地，或者是因为大家都很厉害，所以你们要可能会有一些争论的发生。但是不要害怕，因为其实恶魔牌逆位是好的，因为你不再被社会规范或者是别人的眼光而束缚住，你愿意做自己，表达你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之后到4月中末的时候，你会
终于开始决定要对你的计划有所进展，可能你会突然决定说，哦，你想要换工作了，或者是你会决定要迈出那一步，然后你可能会因为过往情绪，应该怎么说？过往的情绪创伤跟一些不好的经历，而导致你想要改变，而去快速做决定、快速行动。但是宇宙要告诉你说，你开始行动是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不要被你的一些情绪化而导致选择错误。Knight of Swords 是好的正向的牌，但是它的负面就是你可能会思考太少，行动太快。那你思考太少，行动太快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想要再像以前那样行动，因为你一开始可能事情停滞很久嘛，所以你可能决定说，我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而导致又太极端，就是太快做决定，然后可能还没有找几家公司就决定到这一家公司，或者是马上决定要换一个科系之类的。那宇宙是告诉你说，多想一想，多思考以后再做行动，好吗？那最后你们4月底，你们终于，你们这就是一个流程啦。你们终于到底4月末的时候会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你中间会学到一些，可能在这种争执的状况，你会又学习到一些新的经验跟知识，然后让你知道说，你做了这个新的决定，要执行新的计划或进入新的科系之后，你会开始4月末需要做一些学习。你会为了这个新的行业、新的课程，去努力的读取新知识，然后去 back up， 让你可以执行这个新的 project。所以，如果 Ace of Wands 是正位的话，意思是说这个新计划会进展迅速，你会很快的看到成果，你也会很有热情的去执行它。但是它现在是逆位，逆位的意思是你还是会执行这个新计划，但是你懂得说，因为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学习一些新知，才能让你更顺利的进展这个新的课程或者是计划或者是职业。所以这个计划会稍微进展的缓慢一点，因为你还在学习的阶段，而你这个学习的阶段是为了让你这个计划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太急着去看到这个结果，因为你正在一个对的路上，然后你正在精进自己的知识，为了这个新计划 OK。 你也可能会需要跟别人合作，而跟别人合作总是会比较时间会比较漫长一点嘛，因为大家会有不同的点子 input， 然后意见融合什么的，但是这都是好的状态。虽然那你就是要有耐心一点。你们选择这副牌组的可能有很多的水象跟火象星座的人。火象就是牡羊、狮子、射手，水象就是天蝎、巨蟹跟双鱼，然后有一点点的土象跟风象。总结就是不要害怕说一开始好像自己很堕落啊，或者是很黑暗啊，导致事情没有进展，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你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停滞的状态，你才会学习到，或者是会从身边的人给你的意见，或者碰到的事情去学习到说，哦，自己真的要动起来了。那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这些阻碍是比如说跟别人的有一点点纷争啦，或者是有一些良性的竞争啊，那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不用去就跟随臣服宇宙的指引。那我们现在来用另一副塔罗牌算一下你们的感情状况如何。 OK， 我觉得这些是帮你们抽到了关于情感的塔罗，然后你们4月这就像是一个你们心境的转换的过程。我会用2个角度来分析你们的4月感情运势。我先从你的角度，如果像刚刚能量卡讲的，你们可能刚跟一个关系分离断联，那你们4月一开始还是处在一个
静静等待的状态，然后你们会有一种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的感觉，然后愿意让自己顺着，就算感觉不舒服，可是你愿意去等的那个感觉。我先讲一下这副牌组，这个 to be continued 就是 the hangman 倒吊人，双鱼座的能量。这里还有其他的水象能量很强，然后有一些土象金牛，有很强的金牛座，所以 either 是你有金牛座在你的星盘，或者是你的对象有金牛座的能量在他们的星盘里面，然后还有双子的成分，双子、水瓶、金牛，然后有一点火象，然后很重的水象，巨蟹、天蝎、双鱼。 OK， 我继续讲。所以你们4月一开始还是处在静静等待的状态，然后就是有一种自我牺牲，说没关系，这样也可以，而不是那种哼，我不管他，管他去死，我要迎向下一个对象的这种感觉，不是这种感觉，是没关系，我受伤了 ，OK， 就这样吧。但是我知道还没有结束。然后，但是这个心情状态会让你原本是一个权杖国王，这是火象的能量。你本来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强人、男强人 producer， 但是因为这个之前感情的受伤，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发挥你那种能量，然后你的热情减退，或者是你压抑了你的热情，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感觉像以前那么热情，很容易的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失去热情啦。然后你跟你的灵感连接也有一点切断，就是有一点处在休息的状态，然后没有办法发挥平常的能量跟爱，你们知道我的意思。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一种受伤的情感而决定去旅行，可能决定去一个人的旅行。我先讲非常实际的，有的人可能真的为了自己计划旅行，然后你们会4月开始学到如何爱自己 treat yourself， 就是给自己好的东西让自己享受，然后懂得照顾自己的情绪跟心情。但是你们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想的阶段，就是你有感受到说，哦，我应该要对自己好啊，我应该要多做一点让自己心情愉快的事情啊。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只处在想的阶段，而没有真的去执行。举个例子，就是你可能真的很想要去哪个地方，假设我们刚刚说埃及，你可能很想要自己去埃及旅行，可是你可能还是没有订票，因为你觉得啊，我要自己去吗？然后就是躺在家里做白日梦，然后没有真的去到埃及。那另外一个比较象征性的说法就是，你有一点觉得想要从这个旧的关系 move on， 某一些人，我们 Eight of Cups， 你决定要离开这个旧的关系，然后要往更好的更新的方向去前进。然后你愿意去，你可能有的人是，然后你们可能之前想说跟你的情人本来说要去哪里，但是你们居然断联分手了，那你可能就会觉得那没关系，老娘自己去这种感觉好吗？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有一点踌躇不前的阶段。这中间有一点，要么就是这张是圣杯2的逆位，要么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会遇到4月中会遇到一个人，或4月初遇到一个人，然后到4月中的时候你们会开始有一点发现不协调，然后没有办法进展，然后双方有一种竞争的状态，就是有一种觉得没有办法真的交心，然后沟通有点问题，然后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还被以前的创伤左右你的情绪跟思考，你会有不安全感，怕又在受伤，所以你不愿意去，你又很怕说你像以前一样处理感情，你可能又会分手，所以你不愿意。这边是你的不安全感，钱币5，这边是宝剑女皇，所以你会在这段可能是新认识人的这段关系里面变得非常的谨慎，
不愿意付出太多，因为你从以前的关系学到说，你可能以前付出太多，你以前的在感情里的做法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你现在都全部相反来做，你现在可能就变得比较理性，然后可能就算对方跟你讲什么情话，你也不太相信他了。然后这是一个说法。那第二个说法是，有可能你会继续跟你之前断联的那个人又联络起来，但是这一次联络起来的时候，你们可能一开始就是很正常嘛，会处在防备的心态，因为你很害怕，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想怎样，这次回来是不是真的对你是真心的，还是像以前一样忽冷忽热。所以你这一次如果又再跟他遇见，又再继续有连结的时候，你会变得这张很好笑的，那张写的 bitch， 就是你以前可能是很小甜心，但是你这一次重新交流，重新连接，你会把自己那个宝剑女王的态度拿出来，就是不要跟我耍狗屁倒灶的事情，然后你会很保护自己，很理智的看待这个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一开始好像4月初一开始情感很揪心什么的，然后处在一个学习爱自己的状态。但是这些是很好的课程，因为到4月末的时候 either 是你终于成长了，然后终于从一个受害者被打败的心态走出来，或者是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打赢了好，不要说打赢，就是你的心胸变开阔了，因为你学到了很多对你的情感成长有帮助的课程，对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有帮助的课程，所以你愿意打开心胸重新迎接，不管是新的这个认识的人，还是这个过去，还是一个过去的人。然后我们这3张牌，一个说法是你因为打开了心胸，你可能这个人让你又有信心去走到下一步，所以你会愿意变成那个钱币国王，你愿意去在物质上付出，对这个对象付出，对他负责，然后用物质比较有形的状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而且你们这段关系可能是命定的。这一张是星星牌，传统是星星牌，但是这一张叫 The Cocktail Party 鸡尾酒派对，所以你们到4月末可能会有很开心的行程，跟你的另一半可能会有甚至是 commitment， 甚至是决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会一起去参加 party， 或者是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让大家为你们的关系庆祝，然后就是一种很欢乐的感觉，大家很为你们开心的感觉，然后这一段关系是很有希望的。那这张就是也可以代表说你或他，你的对象，你们都互相给对方一种在这段关系又充满希望的感觉，然后你们非常期待接下来这段关系可以走到哪里。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你的这个对象就是换过来身份是你的这个对象，他看开了，他愿意为你付出负责，他可能之前都很犹疑不定，不知道要怎么样对待你，要怎么样对待这段关系，该怎么走，但是他到4月底可能会就决定他要当你的钱币国王，他要当你的 sugar daddy 开玩笑，就是他愿意不但情感付出，还愿意用物质来提供给你，让你有一个安稳的生活，就是他愿意有这个承诺了。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星星牌嘛，你可能是他人生里面的星星，你让他觉得很多事情又充满了希望，所以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可能他的亲朋好友也都很喜欢你，因为你们的牌底是 The Lovers。 我刚看到牌底的 Lovers， 我就觉得啊，你们抽到第一副牌组，4月应该感情会很开心。一开始不开心的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你终于找到你的爱人，
甚至是有一部分的人，你们是命定的爱人 ，OK？ 然后这个爱人是可以当你的很稳定的另一半，是懂得负责的另一半。钱币国王是一个非常非常脚踏实地，然后愿意负责的人。但是行动有点慢，所以你们可能才会揪心揪很久，然后他终于愿意承诺给你这样子。但是这种人承诺之后，就是几乎就是一辈子。然后这个解释牌是 The Bachelet， 这是 The Empress 的意思。你们为什么会终于在一起？因为 either 你或者是对方把你视为，你不但是星星而已，他还会把你视为是一个很完美的阴性能量，很懂得照顾人，很懂得用爱付出爱，然后给予温暖，然后又懂，也是金牛座的牌，这两个都是金牛的，所以你们应该是 power couple， 就是很登对的一对，因为都很稳定。然后这张代表的是你或他会觉得对方除了很稳定性，然后还很有审美观。他可能很期待你，如果你们住在一起，最后同居，很期待你把他的家布置得很棒，然后他回家就是很温暖的。如果他是你的对象有土象能量很强的话，他会觉得哦，你就是那个可以帮他打造一个梦幻的家的感觉，舒适、美好，还有美食之类的。就你可能还会很会做菜，或者是对方很会有这种女皇的特质。然后这张也代表的是你们的关系就是会进展到下一步，很 promising 的承诺。这两张都在讲承诺，所以恭喜你们，选择1号牌组的人，你们4月是一个真的很棒的新开始。所以你们 either 你们刚刚的能量牌有讲嘛 abandon， 你们要抛弃，你们要自我疗愈好。如果决定要跟旧的人重新连结，那你就要抛弃掉之前对他的怨怼，重新开始。4月绝对是你们重新开始一个很好的时间点。然后要么就是你疗伤好，决定要抛弃以前的那个旧人，他们不值得，那你就往下自己走到下一个旅程，然后认识一个新人。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全新开始，还不算结局啦，但是就是你们这个新关系会是一个很棒的开始。OK， 有承诺的。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最后对你有什么建议呢？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我刚刚在帮你们抽神谕卡。我在抽关于职业的建议的时候，宇宙只给1张牌，就再怎么抽都抽不出第2张。然后我在抽感情的时候，宇宙非常兴奋的给了你们3张牌呢。然后呢，我就尖叫了，因为第1张 New Beginning， 第2张 Sacred Union， 第3张 Sexual Union。Oh my God！ 好，你们想要先听感情神谕卡？OK， 好，跟你们闹了。我先讲职业的神谕卡。这张卡29号叫 Curiosity， 我知道这个画面有一点点的暧昧，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是叫你职场上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小心一些，很喜欢跟你聊天，对你很热情，很想探究，问你很多问题，很想探你隐私的人，你要去选择性的透露你自己的 information， 不要什么都讲。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我们说 nosy， 就是有些人只是探别人隐私八卦来用，有些人探隐私是为了他们自己提升他们自己的身份事业，就是有心机的啦。然后这张卡也说，如果你是那个很容易对事情好奇的人，你们4月要注意，不要太去Curiosity kills a cat， 就是好奇心杀死猫。所以你们对自己的好奇心要稍微控制一点，要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不然你就会变成那个在探人隐私的人，就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会不小心
收集到一些你不应该知道的资讯，然后导致自己的麻烦，好吗？然后或者是你的好奇心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你可能会不小心说出一些什么是别人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好，那我们来讲感情了。这3章都在就是谢谢 Thank you Spirits， 谢谢天使，谢谢指导灵确认了刚刚跟你们讲述的情况，好吗？真的，我刚刚讲了这么长，3张卡就结束了。New beginning, a new adventure awaits. Embrace it and live your dreams passionately. 我刚刚是不是说4月是你们新开始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你们绝对会有一个新开始，而这个新开始either是你跟一个旧人的重新开始，或者是认识一个新对象，而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去拥抱它，用重新燃起你的热情，好好的去拥抱这个新的阶段。Sacred union, honor and treasure your relationship, for it is truly sacred. Sacred union， 我刚刚先抽到，我是强烈觉得可能选择1号牌组的人有很多在等救人，所以你们在等救人的话，你们一定会再相遇，会再重新连接。那你们在重新连接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你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好吗？不要再对这个旧人有任何的怨怼，就是要用新的眼光互相看待。那另外一个说法是 Sacred Union， 也可能是你因为脱离了旧有的关系，你终于来到了一个时间点去遇见那个你的对的人。你会遇见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你命定的恋人，或者是命定的另一半。And this sacred union comes with sexual union。 在你神圣的重聚之后，接下来就是亲密关系的重聚，这种致命吸引力的重聚。 OK， 我不能太讲白的用那个字啦，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们接下来遇见的这个新人啊， honor the place in one another where you are one eternal soul, for there you will find true bliss。 either 说你遇见的新人，你们在亲密关系上会非常的契合，然后就是你们在终于发生亲密关系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体验，你之前都去哪了啊？这种感觉。那如果是旧人的话，因为这个崭新的开始，你们都丢掉了旧有的包袱，或者是你们之前就知道对方是非常互相有吸引力的，那这个你们的重新连接、重新遇见，会再重新燃起，就是你们的这种对对方这种神圣的吸引力啊，火热啊！你们的4月我觉得很美好，就是勇敢的，然后非常有希望的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吧。你们的浪漫天使卡的牌底是 playfulness， 你就是 laughter is the best therapy, have some fun together and remember love is the greatest healer。 4月摆脱包袱以后，你的身心的重量就会减轻，那你要好好的去让自己放松，让自己的那种很玩乐，尽量运用玩乐的心态，让自己很有趣的态度面对你的另一半，互相开玩笑啦，然后互相让对方笑啦，你们的重新在一起，或是跟新人的这个相遇，绝对会就是放轻松去相处去对待，你们就会一起互相疗愈，好吗？你们的关系就会很顺利进展到下一步。好啦，那就是帮第一副牌组读取的卡牌。我真的很为你们开心，也很羡慕你们。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读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然后
也鼓励大家多多为这支影片按赞，感谢你们的支持，这样可以让我鼓励我继续产出更多的塔罗影片，好吗？然后多多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希望有帮助到你们。然后要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我到现在还是讲得很不顺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或告诉我你们还想听哪一类的主题，好吗？我们下次见咯，拜。好，我们现在来到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蓝色的水晶，好漂亮，像冰晶石一样。我把它放这边，然后代表你们4月的能量牌卡是这3张。号牌组的朋友觉得你们的能量很 very beautiful。你们这2张牌都是在讲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第一副组牌也是讲新的开始，但是你们这一副是你已经修炼多年，然后你最近可能有看准了一个机会，或者是你终于提起勇气，想要试试看，尝试看看你一直想做的一个行业，一直想投资的一个标的，一个事业，你可能已经筹备了好几年，或者是你一生都在默默的为这个目标学习知识。那你之前学习知识可能只是因为兴趣使然，并没有真的想要去变成一个专家，或者是把它当成你的职业。但是4月份宇宙要告诉你，就 jumping 吧，是时候要跳进去了，是时候要 take a leap of faith， 因为你已经拥有所有你应该知道的技能知识，你已经非常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宇宙告诉你不要害怕，因为当你勇敢的 say yes， 然后跳进这个领域，你会一路上一边做一边学习，并且一路上会一直不停的遇到同行同业有共同嗜好的人，而这些人都能够帮助你在这前进的路上更顺遂，然后会一起发光发热。但是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宇宙知道你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你们可能算是敏感的人，敏感的族群，所以这张牌是说你可能把自己隐藏了很久，你的心已经干涸了，就像这个沙漠一样，各式各样。你一开始你来到地球，你可能是一个细心敏感，然后很愿意对人敞开心胸，很容易接受爱或给予爱的人。但是人世间并不是那么的不是所有人都很善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很圆满的达成。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如果你是敏感的人，任何的事件都会加倍的在你的心里留下烙印，而这些烙印把你内心有爱的河流都抽干了。所以你们这一组人可能心里已经变成一座沙漠，所以你们会变得长大以后不敢再去爱，不敢再像以前一样很单纯的对人敞开心胸。你就像一个，你一开始是盛满水的圣杯，这个水是你的情绪，你的爱，但是你现在的你是一个已经干掉的圣杯，干到杯子都要裂了已经没有东西再给别人了，然后你也不信任身边的人，你对人的不信任也
让你很难去接受别人给你的爱，可能甚至是别人在倒他们的爱给你的时候，你的杯子干裂，所以那个水就直接从杯底流出来，所以你仍然是一个沙漠，你无法接收爱。那现在宇宙告诉你4月份这边有很多的紫色，紫色是代表顶轮跟第三眼。我觉得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可以有几个说法，你看到这边这2张卡都是紫色，然后有一个回旋，这边是一只眼睛的虹膜，这边是一个漩涡，在这个神秘的生物的身后。一个说法是说，宇宙建议你去鼓励你去连接高我，开你的第三眼。这个 jump in 这个人跳入这个眼睛里面，一个说法是相信你的直觉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第二个说法是，我觉得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一部分的你们可能想要做的事情是会把你们自己曝光在众人的目光下，比如说是跟公众，你们可能会要变成公众人物，你可能要开设 YouTube channel， 你可能要变成一个 influencer， 就是你可能要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展现你自己，所以你会有点恐惧，你会怕自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是因为6让我联想到权杖6，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人是想要做的事情是那种会受到大家注目，然后大家会追随你，会欣赏你的才能才华，然后给你掌声的一个职业。那也是代表说你就应该要去做，因为即将会带来给你应得的掌声跟注目。那这张 Nouvelle Voie 就是一个新的平台的意思，其实就真的很 literally， 就是跟你说你心里想的这件事就是你的新的机会，一个新的平台，它会带你走向一个你未知但是很美好很灿烂的未来。相信你的直觉。然后这张卡是 Jump In， 鼓励你要顺着流走，顺着宇宙为你安排的路走，不要太多的忧虑，过度的思虑。过度思虑只会让你绕路，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达到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放轻松，比较就是让自己比较随性一点，然后有任何的机会都 say yes。 然后你们这一张代表的是因为你们的敏感受到伤害，然后心灵有点枯竭，所以你们很容易会把自己关起来藏起来，跟社会大众脱节，就是远离社会大众，远离亲朋好友，好让自己有一丝清静，或者是只是因为害怕别人再度伤害你，所以你不跟他们接触。那这张卡是说 The Grace of Daring， 鼓励你要走出你的洞穴。4月的时候不要再躲了，4月的时候把自己展现出来，展现在大众的目光下，他们才会发现啊，你都不说话，原来这么有才华哦，原来你会做这个哦，原来你的表达方式这么厉害，这么幽默。所以应该怎么说啊？你是诸葛亮就每天躲在家不出门这样。好啦，我刚那个例子很烂
但是就是一个很有才的人，但是都躲在家，所以都没人看到。所以4月的时候，请把自己推出来吧，这个绝对是一个对的选择。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拥抱，打开心胸，拥抱你在这一个过程里碰到的人事物，好吗？我们现在来抽一下，我觉得我会选到这副牌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个常常躲在家的人。好，现在抽塔罗牌，先看你们的学业事业，4月学业事业。选择2号牌组的人，你们4月一开始可能会，你们已经刚刚有讲，你们已经想要执行的计划，对不对？想要实行或跳入一个新的身份，然后一开始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没有自信。太阳的逆位还是属于正向的牌，就是代表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很正面，会带来丰收的，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你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踌躇不前，会有恐惧，而这些造成你的恐惧，除了刚刚讲你可能对人的不信任，那这张牌 Page of Pentacles 钱币侍者逆位，可能有一个人是可能有答应你会投资你或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很怕他会改变主意，所以你会都一直没有去进行，就是因为你怕当你要真的进行的时候，他会抽回他的资源，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你怕会被背叛啊人家阴晴不定改变主意啊，不是很认真的啊之类的，或是反正如果不是人的话，就是有一个你的资金的来源，你怕它会突然不见，就是怕，再讲白一点，就是怕会没有钱去支持你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有可能是跟旅行有关，因为这边看到权杖侍者跟权杖女皇 ，sorry， 你们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想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旅行，或者是跟旅行有关的行业，或是只是单纯想要去旅游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们这边开始就是算蛮正向的，就是这个计划可以成功，因为你在4月初之后，可能你还是有拿到这个资金，然后你就拿回了自信。权杖女皇是一个很有自信的角色，而且是一个非常听直觉的一个角色。所以刚刚有讲说，这边这2张神谕卡紫色，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直觉的话，你看这个小男生他的头发是有一点紫色蓝色的感觉，然后这个乌鸦是属于我们第3眼的代表，然后他们用香烟跟火连结，你们可以多点蜡烛。我有读到一些文章说，盯着蜡烛的火苗看，好像对冥想很有帮助，还是怎样？就是对连接你的直觉非常有帮助。你们可以试试看，因为如果2张权杖代表的是火的能量，你点蜡烛或熏香，可能可以帮助你带回重新点燃你的那个内心可以的冲劲跟热情，然后帮助你去执行这个计划。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听到了，相信了你的直觉，你觉得 OK， 这个计划可以开展了。还有4月中，从4月初的不安，然后一直走到4月中，快4月中，你们会开始感觉到说，你好像真的看清楚你在地球上该行使的任务，你真正适合你的路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开始懂得去平衡你的身心灵，平衡你的情绪跟你的理智。当你懂了这个平衡，你也有一个往前冲的力量。这边战车就是往前冲，就是你已经把自己平衡好，可以直直往前冲的能量，而让你去感觉到终于是时候可以执行这件事了。你觉得好像
所谓得到了宇宙的帮忙跟应允。好，这边好像就是这不是你，这是宇宙说去做吧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听到宇宙告诉你说去做吧。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们可能4月中会因为跟人际关系的问题而导致你心情不好。我这样讲心情不好可能是比较轻微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感情的状况，这边是圣杯一逆位，就是感情的状况可能有一点不顺。我不知道有没有分手，但是就是你的情绪被翻覆了，就是情绪被影响，而导致你的事业上你会失去了那个 you lose your touch。 你本来这边很有自信，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可能因为跟你的对象吵架啊，或是闹分手啊，然后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失去了那种，你的直觉也不见了听不见你的直觉，然后可能在做事的时候可能会得罪客户啦，或者是导致你跟别的人吵架啦，然后或者是想要拿到的资源都拿不到，因为你处在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这边我讲的现在是魔术师逆位，所以你可能到4月中之后会有一阵子是属于被情感关系影响，而导致你做事有点不顺畅的情况。那除了情感关系，也有可能是跟朋友或者是家人，因为圣杯代表的是情绪跟爱。那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最后会让你决心，这边钱币9正位，你可能最后会让你 push 你进入一个黄金单身汉、黄金单身女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没关系，我一个人要过得更好的那种感觉。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变一个人啦，不是我说不见得每一个选择2号牌组的人最后都会分手变一个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分手，还是你继续跟你的情人在一起，你都会有一种更想要自立自强，更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富足、更独立的这种感觉。所以你会有一种得到正义的心态。到4月尾的时候，你会这边也是在讲平衡，你可能会终于理解到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然后当你把自己的才能表现出来，你会得到很棒的物质上的丰收。你这张卡这边这张卡也代表说，你可能工作还不错啊，然后生意很好啊，然后让你可以晚上跟朋友去体验一下夜生活啦，嚼嚼舌根，喝喝酒啦，这种感觉就是单身贵族的感觉。然后在这个4月尾的情况，你会感到平衡，然后受到很公平的被宇宙公平的对待。那也有一个说法是，有些人可能会经历一些法律的诉讼，可能不是很严重啊，或是只是要签约什么的，那你们绝对会有好消息，会有对你好的判决或对你好的合约条文，因为这个你经历的法律状况会带给你财富。这2张是底牌，我觉得你们一直还是处在你4月整个月，你的潜意识都是处在一个很害怕失去，然后觉得很孤单，好像没有人懂你的一个心理状态。你可能时不时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把自己限制在这个孤独的圆圈里面，孤独的呼啦圈里面然后有事情都不讲啊，不讲憋到脸都发紫了这样那为什么你会时不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有感到这种孤单、恐惧、不信任别人？因为你在4月可能会要一直会有一些机会让你要面对你的恐惧，
你可能以前都压抑在心里面，但是4月你会开始发现你必须要把它们挖出来，因为这些恐惧会一直影响你做出对你有利的行动跟决断。所以这个是排底，这个是你们4月可能自己需要处理的一些心灵上的问题要疗愈。因为如果你把自己这些害怕孤单、怕没有人帮你、没有人能接住你、不信任别人的这些想法，如果你把它疗愈好了，愿意像我们刚刚神谕卡讲的，愿意多敞开心胸去 say yes， 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跳进你的新的身份、新的行业，然后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边讲一下，你们选择2号的人有很强烈的狮子座的能量，以及巨蟹座的能量，还有其他火象跟水象的能量。火象、水象很强，然后有一些土象跟天平的能量，还有一些 alright， OK， 我讲一下，可能有处女、双子、天平、巨蟹、狮子，在你们的星盘里，当然也有其他的水象，比如说双鱼、天蝎，其他的火象、射手、牡羊等等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对应。那这边就是帮你们解读4月的学业事业的运势。还有什么漏掉的吗？基本上就是你们跟自己的心魔要去对抗，要疗愈你的心魔创伤，让你，因为宇宙是会帮助你走到你要的道路上，你要相信宇宙，顺着 follow the flow， 顺着水流向下游。 OK， 我们现在我清理一下，然后来看你们的4月情感是如何的。好，这边是帮你们抽到的关于4月感情部分的牌。这边还有的牌有2张解释牌，等一下我会拿起来给你们看。但我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2号牌组的人，我在帮你们抽感情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我接收到一种非常不耐烦，或者是就是很 frustrating， 很有一种挫败感，然后不耐烦，然后好像没有办法静下来思考说我到底要什么，所以牌就一直乱飞，而且飞的乱七八糟，问一个问题出来一大堆牌，然后感觉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怎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是不是有一种能量，是在感情方面你们一个是犹豫不决，一个是常常自己反反复复，原因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什么都好像还不错，或者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思考，所以 ABCD 选项你都要之类的这种感觉。你们看看有没有对应到，因为我一直处在一个很焦躁的状态，很 anxious。好，我先看一下，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个状态，你们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因为这样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牌，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牌好像有一点讲到，有一点呈现你们这种很反复的状态，一下好一下不好，今天好明天不好那种感觉。好，我们4月一开始，你们抽到 Three of Flutes， 就是圣杯3啦，这张正位。Here to make friends， 然后解释牌是 The Emperor 的逆位，皇帝牌的逆位，所以你们这一个牌组的人有一点属于那种人生就是来享受啊，你们一开始可能就是黄金单身汉、黄金单身女，不想要定下来，但是就是很喜欢去认识新人，去参加 party， 然后跟大家亲朋好友聚会，然后
借由这些场合认识到别的新人，你们就是不排斥任何新的可能性，但是不想要定在一个固定关系里面。但是你们因为这样的心态态度，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对象，让你会上一课。这些对象会让你有一种思考不清的感觉，他们可能会trigger你，会去触动你想要想一下自己到底在感情里要什么的这种感觉。然后因为他们会跟你起争执，这边 Seven of Wands 这张卡叫 drama，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两个交往的对象，可能会想说逼着你说为什么不能定下来啦。我忘了讲这个 Three of Cups， 有一些部分的人可能是有另一半，但是还有第三者的状态，不是所有人啦，就是自己去对应，就是你们可能不想定下来，所以你也不排斥另外就是再加一个人，那这个状态会让你们就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这个第三者会可能要跟你吵着说为什么你不能离开你的正宫啦，那或者是正宫会跟你吵着说你为什么还不跟他切断啦，然后这个状态会让你可能会导致你开始去思考说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如果我刚刚感受到的能量是你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没有刻意要伤害别人，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是要选谁。不过呢，你会进入到，就不用太担心啦，你会进入到一个想要承诺的状态。这边的 The Cocktail Party 是属于星星牌，而且是正位的，所以然后这边有一张宝剑四逆位，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个4月初有个争执争端什么的，让你陷入思考，然后你快到4月中，你会开始可能比较想清楚，然后决定说你对你的感情还是有希望，你可能终于决定要跟谁真正的走在一起。权杖3逆位跟钱币5逆位，钱币5逆位代表的是你终于愿意克服你的恐惧，你终于愿意拿掉眼罩，看清楚最适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不再去惧怕你投入了会不会自己有所损失。这一张权杖3的逆位代表的是你的这一段4月中接近4月末的这一段时间，你真的很需要思考，因为你的情感关系让你觉得你真的开始需要去面对，然后逆位是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但是你已经在选择的路上，你已经在可以更看清楚你自己是谁，你应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情感问题的路上。因为到这边你会得到一个 Ace of Rings， 就是钱币1的正位，你可能会跟其中一个，你终于选择好跟其中一个人修复关系。 OK， 我要讲我2号牌组的原谅我，你们的事业看起来真的还蛮不错的，不过你们情感上好像是一个 trouble maker 哦。我没有要批评你们的意思，但是我只是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就是可能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有一些问题，因为刚刚有看到事业上，如果你情感没有处理好，会影响到你的事业，有没有？会影响到你发展事业的心情，是吧？因为这边情感看起来，我现在能量到现在都还是很乱，就是一个很不顺，然后很烦躁。要是sorry， 我讲直白一点，要是我是要跟你谈感情的人，我会觉得很烦躁，然后觉得你很烦，到底想怎样？因为你一开始想玩一玩，不想认真，然后呢，可是可能又要处理
三角关系，然后又不给人家两个对象都不给承诺，因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因为你可能都不理解自己，那你就会造成一些冲突，然后可能下一秒或者是下个礼拜，你又突然觉得，隔天你又突然觉得啊，天哪，这个 A 对象对我好好哦，然后你就充满了希望，就是觉得说我就要选他了，他才是我的命定的爱人，因为星星有代表命定的爱人。然后你觉得你已经好像成长了，思考了，可是再隔一天，你又突然觉得你又无法做决定了，因为你的底牌都是你的底牌第一张是权杖8逆位，第二张是权杖2逆位，都是权杖。你们这一组的火象真的很强，而且是一个烧的不是一下小火一下大火，烧的不是很完整的火。你们就是一直处在权杖2逆位，就是一直无法决定。你们好像今天知道该选谁了，可是明天又不知道了，就是又觉得好像 B 比较好，礼拜一 A 比较好，礼拜2 B 比较好，礼拜3你又混乱了，然后礼拜4又觉得 A 比较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一直在反反复复不知道怎么选择，所以权杖8逆位也就是代表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承诺，你的内心状态仍然是没有办法承诺，你好像是一直被你的伴侣逼着要承诺，你被逼的人就觉得说，哦，那好像你应该要给一个承诺，但是到隔天你又改变主意了，你又反悔了之类的。像我刚刚讲到最后4月末的时候，你已经决定好要选谁，然后要跟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要真的要开始，可能要跟旧的对象告别，要转到新的关系里面。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承诺。你就算进去了，开始了新关系，你抽到宝剑骑士的逆位，你还是没有办法给承诺。你就是没有思考完成嘛，因为你最后又会反悔。我告诉你，然后你就造成 Three of Swords 的情况 ，Red Flags， 你就是 Red Flags。为什么我想起来很火大？2号牌组，你会造成这段关系又让人家或者是让你自己受到伤害，双方都会受到伤害，因为你的犹豫不决，因为你的不定性犹豫不决，又会造成关系里面两人受伤，所以你 either 是还继续跟旧的对象在一起，又再受伤一次，或者是选择了那个新的对象，然后又伤害了第二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好气哦，但是我要保持专业，不要觉得我真的只是接收能量，然后传达出我感受到的这个讯息。你们真的自己好好检讨一下。当然，可能有的部分的人是，我觉得少数啦，可能有的部分的人是你们碰到了这种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定清楚的答案的人，所以你们4月的感情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顺遂，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看起来好像很体面，然后好像可以给你一个稳定的关系，甚至是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值得信赖，但是里子是玩咖的一个。这是4月的状况。那如果你们是属于那种遇到这个玩咖的人的话，我诚心的祝福，诚心的为您祈祷。你们可以多冥想，多静心，不要受到这个人影响太大，好吗？那如果你们选择2号牌组是属于那个会影响别人心情的人的话，请你们多吃素，多念经，就是静心，然后不要太用火的能量去扰乱人家的世界。我所谓火的能量，就是你一直倾听你的亲密关系的冲动去做事，或者是那种一时之间的热情，不要依靠一时之间的热情去做决定，去告诉人家事情，好吗？不要给人家错误的希望，这是我感觉的啦。你就是好像一直给人家希望，然后又犹豫不决了，然后又给人家希望，
啊，你就是一个美丽的海王。Sorry，其实我不太懂海王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释，在那个留言处解释一下什么叫海王，因为这我年纪有点大，所以我可以再学一个新东西。好，这就是你们的感情状况。I'm very very upset 。好，我用神谕卡来帮大家抽一下，看宇宙给你们事业跟感情上有什么建议。在事业上、学业上，宇宙给你们这张20号的 Karma 牌。那 Karma 就是业力，就是因果循环，有因就有果的意思。所以这张卡一般来说是说，回想一下你们之前在职场上，或者在学校学业上，你们是怎么面对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是怎么读书、怎么念书？那你就比如说学生，你的考试成绩就是依据你之前怎么面对你的学习而得到的成果。那职场上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点，会牵扯人际关系，所以有因，你要什么的结果就怎么去做。那你如果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那就是回想一下你之前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跟这些人沟通的。如果你有伤害到别人的话，那这张卡是说，那就勇敢去面对你应该承担的后果。但是如果是你被伤害的话，那就是也不要说很开心看到你伤害你的人会得到他应有的果报，但是不要用那种好像很开心的感觉。当然我们都会很开心，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开心完之后，要好好的很谦虚的感谢宇宙保护你，感谢宇宙给你正义，然后让自己更精进、更进步，来报答宇宙给你的这个正义。那这张牌我自己解读是说，你的事业跟学业上，不管你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就好了，好好的念书，好好的钻研自己的那个新的专案，你会有一个好像老大哥的形象在保护你，就是你会被照应在一个保护伞下面，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那种默默帮你的贵人，可能是上司，可能是老师，或是可能是一个同学或学长学姐，这种在默默的帮助你、守护你。那这也可以指的是宇宙，你的天使，如果你有宗教的话，你的神明，你信的神，他们在你在他们的硬币下，你是有福报的意思，好吗？所以不用担心，事业上真的不太需要担心。那感情上，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天 Spirit Guide 就很喜欢在感情上下建议，职业都只有一张卡。喂 ，Why？ 好，我们看一下4月的感情建议。Forgiveness. Stop focusing your energy on past events, for life is too precious to waste.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by what you think, dream, and imagine. 如果你是可能4月感情上会遇到一个不是很愿意承诺的人的话，你要去原谅他。当然不是说没关系，你这样对我，我原谅你，不是这意思。原谅他就是原谅你自己，就是不要再想了，就是把它放了吧，不要再把自己的精力、脑袋的精力用在这个人身上。当你愿意想说放开了，就这样对我，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我也不会再让自己被你影响了，这也算是一种原谅。那4月就是原谅的这个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只要原谅了这只是一个历程，一个课程，让你就认识到这个人原来是这样，那你接下来你的正向能量就会带给你更好的对象，或更好的情感发展。那如果你是不小心伤害到别人的那个人的话，你呢要反省，反省完当然就是也要懂得原谅自己，但是不是说原谅自己完以后就
下一次还是重蹈覆辙。你原谅自己完以后，想说自己因为可能不太成熟，那时候不认识自己是谁，所以伤害到别人，那下一次你就会改进，就不会再这样了，这个意思。这张 Life is a series of constantly shifting cycles. When we resist change, we resist the natural flow of life and create unnecessary stress. Go with the flow. You will be surprised where it leads. 我们刚刚已经有别的卡，你的总体能量，好多牌哦。你的总体能量神谕卡有，就是已经告诉你要 jump in, go with the flow, right? 所以这张感情的建议也是一样的。这张卡是说不要去抗拒改变。那我们在讲情感的话，就是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状态，是分是合，都不要去强求。强求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而这个压力会影响到你生活其他各个方面。所以 go with the flow， 臣服宇宙给你的这些事件试炼，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你顺着这个人生河流走下去，你会到达一个你一直想要的地方，可能你一直想要的那个很适合你的对象就在下一个转角，你只要不要抗拒。如果你抗拒的话，你这个下一个转角你就遇不到他了，因为你已经跑到另外一个转角。我是什么例子？你懂我意思啦齁。然后这是你看多乱，你们2号牌组的能量好乱，这是我的问题。Time, you are trying too hard, give it time。刚说的不强求，这只是 double confirmation。很多事情都需要去时间去证明，需要时间去培养。所以不管是你情感关系有新对象旧对象，你都需要时间。如果你想要他们原谅你，这也是需要时间。如果你想要从伤痛走出来，也是需要时间。你想要挽回一个人，也是需要时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好吗？放轻松，臣服在那个当下。你的牌底是 passion, a magnetic and seductive quality surrounds you at present. Enjoy it. 所以你们选择2号牌组的人，我刚刚有讲了，你们就是应该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才会造成这么多的情感纷争。这是一个 blessing， 也是一个 curse， 就是这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诅咒。那就是好好的2号牌组的，就是好好处理你们的人际关系吧，然后不要让情感关系影响到你们的事业，好吗？好好的对待你身边的人哦。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2号牌组的人，你们会不会讨厌我？那个如果觉得有受到指引帮助，欢迎这支影片按赞好吗？然后订阅我的频道，要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通知下一则影片哦。然后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在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以及可以告诉我接下来你们想听什么样的主题。谢谢你们的收看，不要讨厌我哟，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个 Coco Chanel 的模型香水，把它放这边。然后代表你们4月能量的牌是这3张。首先我先描述一下，我觉得选择第3副牌组的人，你们应该是比较浪漫的性格，你们是充满梦幻的感觉，你们喜欢浪漫舒适的东西，应该不能说舒适，应该是说让你觉得充满爱的东西。然后别人看你，你可能就是那种很双鱼的感觉，很双鱼能量的感觉。你的外表跟表现出来的气质能量场，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梦幻、很浪漫，所以你们才会选这个很可爱的香水吧？因为这个香水的能量就是那种
浪漫的爱，然后有一点点就是非常 feminine energy， 非常阴性特质。然后这2张卡，我想要说，你们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你们因为浪漫，所以没有安全感，所以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们会非常倾向于抓住很多东西，抓住很多其实不适合你的东西，因为你没有那个力量或者是勇气去接受，万一你放手之后，你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很怕失去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生存。那这张 You Got the Love 这张卡代表的是说，我从这张卡感觉到你现在处在一些状况，让你非常的无所适从，让你辗转难眠。你可能跟一个人有很深的牵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部分应该是情感关系啦，也有可能是家人的关系。我要告诉你，这张卡是说，你们很有可能选择第3副牌组的人是 Star Seeds， 某一部分的你们可能是来自半人马座的星际种子。你们半人马座星际种子的特征就是有点嬉皮，就是 make love not war 的那种 concept。你们非常注重爱，大爱，你们是以爱别人为主，爱自己为后，就是你们这种非常随性浪漫，什么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爱解决，总是用爱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总是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找到他的优点。但是你们的个性的缺点就是说，也不能算缺点，就是容易把你们置身在一个比较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就是你们不太看得到别人会对你有害的地方，你们没有办法清晰判断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应该待在你身边。所以我们所谓的英文就是说，你们的性格很可能不太会 set up boundaries， 你不太会画一些界限来保护自己，所以很多人都很容易就是因为你人太好了，很容易踩线，很容易就不尊重你，或者是没有把你的需求放在他们的考虑范围里面，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或者是你常常都是说 yes， 或都是为别人着想，他们就会忽略了你也是人，你也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界限，让自己过得舒心的。所以你们这一组人，你们是大家都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能量是那种粉红色温柔的能量。但是你们粉红色温柔的能量就有的时候会把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为什么不懂得保护自己？因为你不懂得爱自己，因为你都把爱用在别人身上了，然后把自己忘记了。所以我刚刚讲说，这张牌的能量是你可能现在陷入一个人际关系，那我刚刚有讲，大部分是浪漫情感关系，你离不开这个人，其实你都知道这个人对你没有帮助，对你只有不好的影响，但是你还是不敢放手。或者是也有可能我有感觉到一些母亲的能量，母女的能量，你们看有没有父子的能量或母子的能量？你们可以在留言处跟我讲哪一个状况对应到你。你们有一种一直付出，想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但是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是太过自我，或者是太过的固执，太受到比较传统或者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教育固化了他们的思想跟性格，导致
不懂得看见你的好，不懂得你对他们的付出是来自宇宙的爱，他们太专注在自我的小我自尊或者是社会规范下，而给你不停的压制，而你又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对你是很重要的人，不管是妈妈，不管他是你的母亲，是你的父亲，你的姐姐，还是你的情人，你们就是有一种给我一种真的是很不知所措的能量。而且如果你是 Star Seeds， 你是星际种子，你的这个生命里很重要的人完全不理解你，让你觉得非常的孤单，但是你又怕孤单而不敢放手，你因为怕别人社会舆论的压力，或者是怕对不起你的母亲父亲而不敢跟他们断绝联系，不敢对他们设下一个他们应该尊重你的界限，你不敢说这些话，你怕他们会觉得你不孝顺，怕觉得你很冷酷无情，但是因为你这个害怕他们对你的不谅解，而一直让自己被踩被践踏，情感上我觉得有点心痛，我想哭OK， 你们这张 Losing Your Grip， 你们非常害怕 falling， 你们害怕放手了，你会一直掉入一个无尽的、孤单的、无所适从的漩涡里面。像《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很长很长的树洞穴，你很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着地，然后你很无力感。但是这张卡要说，宇宙告诉你当你觉得其实你很想放手，却又不让自己放手的时候，就代表你要放手。因为真正的适合你的东西，适合你的人事物，是不需要你去苦苦经营，苦苦抓住不放。一个适合你的人事物会很自然而然的、很顺畅的待在你的身边，跟你一起合作。你不会有那种一直头部撞墙或者是对牛弹琴的感觉。一个适合你的人事物，就算他们一开始让你有对牛弹琴的感觉，也会因为在乎你而开始有自省的能力，而去宇宙也会帮助他们改变成一个让你们互相都适合待在对方的版本。所以你们星际种子有半人马座的孩子们，你们一定要相信宇宙告诉你们的灵感跟直觉，你觉得该怎么做就去做，不要因为恐惧害怕而不敢做。你就算一放手，会先掉入一些不安全感的黑洞里面，但是你不是黑洞，你看这个洞穴是多么的色彩斑斓。你可能我第二副牌上一副牌我有讲灵性，他们4月是灵性觉醒，你们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灵性觉醒的感觉，就是因为灵性觉醒其中一个征兆就是要把不适用你们的人事物放掉排除，你们就是要去做这一块。就像我们过年大扫除，把不该很久没用的东西，或者是已经不适合你的衣服捐献卖掉丢掉，那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当你一直受挫，一直受到压抑，你觉得一直付出爱，你却没有得到同等的回应，别人还是不愿意去理解你，甚至还批判你，这时候就是应该要把他们放掉了。你要学习4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学习保护自己，学习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球上的一个爱的发送体，但是你的爱要发送给看得懂听得懂的人，好吗？你们如果是星际种子，你们在地球上会有很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像嬉皮一样，70年代的嬉皮就是散播爱的一群人，你们就是散播爱的一群人。但是如果一直有一些能量吸血鬼
吸取你的爱却没有办法给予你爱的话，那你要把他们放弃，你才能往前迈，然后去遇到更需要你的爱的人，听得懂的人，能够接受也能够学习进步，并且回报爱给你的人。你们现在是处在大部分的你们都是处在一个 codependency 的状态，就是互相依赖，这甚至是牵扯到心理学，就是因为你的不安全感，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很喜欢逃避情感、不懂得表达情感，或者是甚至是自恋症患者，就是这种性格障碍的人，你会更 trigger 你的不安全感，而迫使自己一直黏着他们，而不敢分开。因为可能你的父母就是这种有性格障碍的人，你一定要清空这些对你不好的能量，然后臣服宇宙给你的指引。你要让，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你一定要先放手，把自己的空间清理干净了，真正的神的指引才进得来，好吗？因为你们的情感关系甚至是亲情关系，等于算是一个让你们成瘾的一个很不好的能量。另外这张中间这张 Modomba 意思是有一部分的你们可能有萨满，成为萨满的天赋。那萨满听起来好像很恐怖，但是萨满只是一种古代的一种宗教，其中的一种宗教，他们是比较倾听大自然的一种灵媒，不是叫你们去变成萨满啦，但是你们自己可以谷歌一下萨满的一些资讯，就是你们有成为灵媒的体质。天哪，我的中文是怎样？好，你们选择第三副牌组，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询一些仪式啊，让自己有一些可以连接到大自然、高灵，或者是你的宗教的神明的一些仪式，让自己有仪式感，什么点蜡烛啊，或者是你知道，不要是邪教就好了啦，你们自己应该可以判断。然后就是冥想真的很重要。冥想不管你是相信宗教、相信神，还是科学派的，冥想都是会帮助你，给予你一些很重要的资讯，好吗？因为你在冥想的时候，你头脑净空，把心打开，你的人就变成一个通道，你这个通道就可以连接到很多你看不见的空间所要传达给你的讯息。那你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你的这张卡代表是说你要去连接你的力量动物。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动物，就好像哈利波特里面他们的魔法，哈利波特是一只鹿，鹿是一个很神圣的跟灵性有关的动物。有的人是老虎、豹，有的人是蛇之类的。所以你如果试着去冥想、打坐什么的，你可能会在梦里，或者是甚至在冥想的时候看到这个动物。那这个动物会帮助你，给你力量去做对你最正确的选择。所以这是4月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要把能量清理掉，把身边对你不好的人事物清理掉，就是勇敢放手，因为宇宙是会帮助你、支持你的。甚至有人可能是猫咪，这边有狗、有猫、有孔雀，看你们平常被什么样的动物吸引，你可能去领养一个。如果你很喜欢狗狗，或者是你喜欢鸟、喜欢猫，你就去领养，他们会给你指引哦，真的，你们会做，他们可能甚至成为你的灵魂伴侣。好，我们现在来抽一下，如果有人有哭的话可以告诉我好了，我帮你们抽一下关于4月事业学业的塔罗。在洗牌的时候，我想补充一下，刚刚突然接收到，就是你们的指导灵想告诉你们，一定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才能照顾别人。把最好的自己要留给那个值得被你照顾的人，好吗？
不然你只是不停的消耗你的星际种子的能量，跟不能说才能，天赋给一些，我这样讲有点刻薄，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就好像一直不停的撒那个 Chanel No.5 在进垃圾桶，你知道我意思吗？一直不停的撒 Chanel No.5 在垃圾上面的意思，那不是浪费吗？好，我很抱歉，万一冒犯到你们的爱人或者是家人，但是希望这个例子可以让你们理解，你们是多么的珍贵跟值得被爱。 Alright， 好，你们的4月的事业学业运很怎么说，高潮迭起吗？你们可能已经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连接感应，说你应该要做什么，然后你4月初终于知道了，好像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因为你好像终于听到宇宙的声音。你这边这个女生头上有一颗星星，代表她的第3眼，你可能就是第3眼打开了，终于看到了那个方向。你看她的眼睛是黄色，很雪亮这样。而这个你们要做的事情让你充满了希望，让你好像又活过来的感觉。你要做的事业，或者是你要学习的课程，或者是科系，是跟艺术创意灵感有关，甚至是就是跟连结灵魂有关，会让你所做出的东西，说出来的话，不管你要做的事业是什么，会让听到跟看到的人受到灵魂感动的那种项目跟事业或者是学科。所以4月初你会看到了这个方向，并且不再是那种很无所适从，你会感觉这是适合你的路，因为你也看到了这一条路是会为你带来财富，这是一个会为你带来财富的新机会。而事实上，这个你要开始执行的计划，或者是要进入的科系，是真的会引领你走到一个富足的一个启程。但是一开始你们可能需要先付出一点资金，一些投资，你会先付出一点钱财，或是你自己的时间精力，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值得的，因为你的付出之后，你知道会得到回报。比如说投资，刚刚讲了，你要先拿钱进去，选择科系，你要去缴学费，或者是你要买材料。如果你是艺术家，你要买设备，你要买乐器之类的。然后你非常的这个目标让你非常的愿意去投入你的情感，然后也你非常愿意顺从你的直觉跟灵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而且你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或一个愿意在这条路上帮助你的人，或者甚至是资助你的人。但是这张卡我觉得比较像是情感上的支持，你会有一个愿意，如果你可能你做的项目不是很多人能够接受，但是你会遇到这个很特别的其中一个人，很懂你的理想目标是什么，然后支持你。然后你还拿到了命运之轮正位，你会以非常优雅自信的态度，不管这个轮子怎么转，你都是这个最有弹性的芭蕾舞者，或者是我们叫什么体操体操选手。你4月开始，你找到了这个方向，这个机会让你很有自信。然后命运因为你的正能量，你的提频，命运会
命运之轮会往你有利的方向转动，就是你终于要开始受到命运的眷顾，得到机会，而且你有自信用任何的姿态来迎接接下来你要遇到的人事物。我先讲一下，你们一开始都很正向，对不对？但是你们整个月的潜意识还是会有一点你可能偶尔还是会碰到一种因为自己自我怀疑而导致有时候会跟灵感断联，然后自我怀疑，魔术师逆位，而这种自我怀疑会让你产生无谓的恐惧，你会害怕，这种无谓的恐惧会让你看不见你身边的资源，而让你有一点点觉得没有办法看清楚前面的道路。宝剑一逆位，就是你可能偶尔4月的时候会有一些头脑不太清楚、脑雾或者是突然觉得明明昨天很有信心，可是今天怎么突然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让你感到无所适从，然后又怀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对的。但这只是你的潜意识啦，一些小小的干扰。你们到快4月中的时候，可能会因为2种说法。权杖侍者是你的执行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 delay， 可能没有你想象的进展的那么迅速，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能说懒散，就是有一点没有冲劲，但是有可能是因为你同时在做另外一个项目是会带给你金钱，或者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是让你需要去滋养，然后让你觉得可以赚钱的，而这个另外一个项目是需要跟人家合作的，而导致你本来月初想执行的这个跟艺术相关、创作有关的东西有一点点进展缓慢，就是会被影响到。或者另外一个说法是，为什么你想要执行的这个项目有一点 delay， 或是你感觉没有那么有冲劲或那么有灵感去执行它，因为你还在一个疗愈自己的阶段，你还在一个你需要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更了解你要进入的这一块行业或者是这个学系，你要让自己更厉害，然后你才能你知道你要这样子去努力更精进这个学科这个行业是怎么样运作的，你才能继续做下去。不过月中啊，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所以我说你们开始感觉很棒很有信心，然后到月中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一个要么是说这张宝剑七逆位，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你会开始有一种欺骗自己的想法，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而导致你不愿意迈出步伐，然后去冒险。你会有一些月中可能会有一些纷争，因为你这边抽到了宝剑五，你月中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需要去跟人家有一些争执。那这个争执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你不想要再欺骗自己，自我欺骗；一个是你终于看到了，你终于看清楚了你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而跟一些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人起了争执，而需要让你觉得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这样看得到吗？呀，不过没关系，因为就算你4月中遇到这种有争执的状况，这都是一个必经的路程，因为这些可能人际关系的不协调，让你终于愿意说出实话。
宝剑侍者的正位。你到快接近4月底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清楚，可能会越来越有自信去表达你的想法，而这件事情可能你不是你周遭的人可以接受的，而你会背负一些怎么说，你遇到的这些不和谐不协调的人际关系会让你有一种被打败的感觉，你觉得可能有人会攻击你，然后让你有这种受伤很受伤被击败，因为你不再想要去讨好别人，你想要说实话，那这个说实话会让你陷入宝剑十的状态，但是宝剑十也代表了你一定要先死过一次，因为你在死过这一次之后，你迎接的就是黎明，也是有点死亡的感受啦，有点 death 死亡牌的感受，但是这个是必经路程，所以你一定要勇敢。刚刚我们的能量卡有告诉你一定要勇敢，因为你的黎明就在这边了。你看到了吗？你的4月末绝对是一片光明。你不但抽到了钱币十，还有太阳牌正位哦，还有圣杯十。我觉得你可能整个4月都在为你想要做的这个新的计划不停的在让自己更勇敢，站稳脚步，然后帮自己辩护，然后去击退那些不理解你跟不支持你的人，因为这个计划你知道是会带给你满足，而且这个满足不但是财务上的满足，你到4月底可能会开始收到一些你这个新计划的成果，会让你，而这个新的事业是会让你引领你走一个长期富足的道路，这个事业是会给你很长期的一个财务上的满足。阳光代表的是因为你相信了你星星的直觉，你顺着你的感觉跟灵感走，而太阳的出现代表的是你因为顺着灵感走而迎接了这个，你可以享受你的这个决定带给你的温暖、明亮、欢乐，你终于可以很自在的去放松，享受那个 moment。圣杯十，这个事业不但带给你财务的满足，还带给你情感的满足，而且甚至可以是让你认识到愿意支持你的人，圣杯骑士，或者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变得平衡跟和谐，因为这一连串的满足感，让你更愿意跟周遭的人有情感上的连接，然后情感上的互惠。你看这个女孩子多么的，就是有一种我终于走出来，我终于站在我自己的创造的一片天下面，她的2只眼睛是有着彩虹，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跟 colorful， 好吗？很美好，很完美的结局 for April 所以不要去害怕你的心里小小的恶魔给你的一些疑问，你就是做一些萨满仪式。所谓萨满就是说去冥想，去祷告，相信宇宙给你的讯息，他们绝对会带你走向这个很完满的方向，好吗？好，我们现在来抽另一副塔罗，来看你们的4月情感状态。洗牌的时候再补充一下，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因为就是跟这些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啊，或者是事情的不顺利啊，你们会决定4月的时候去一个小旅行之类的，去摆脱那种宝剑十的能量，然后旅行完你可能会就是变得更满足，身心状态都很平衡。我刚刚忘了讲，你们这一组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风象的能量，
然后我这边看到，因为你刚刚底牌有魔术师，然后现在情感的牌有恋人，所以也有很强，可能有很多双子座的朋友会选到这副牌，就是你们的星盘会有双子座的能量的配置。另外也有一些水象的，然后一点点土象的人，有一些其实还蛮多土象的。OK， 我要讲的是，你们可能也有一些人有金牛座的成分在。你们4月一开始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火红，可能会跟你的事业有关。你们会受到很多人的注目，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新执行的这个计划跟行业会把你放在镁光灯下，或者是跟社交软体有关，或者是你是需要教学、需要演讲的人，所以很多人会看到你的 hot seat， 而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就是你会被放在镁光灯下。一种说法是，你好像终于感受到那种被大家看到，跟以前那种都没有人看见你的好，是2种不同的感觉。因为这种你被放在镁光灯下的机会，让很多人看到你，所以你就多了很多的选择，情感上的选择。而因为有很多的选择，你就是更有一个自信去 Seven of Cups 正位。通常 Seven of Cups 圣杯7正位是说你有太多选择，所以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决定。但是这一张牌剪刀剪掉这个底片，是说可能因为很多的选择，让你可以很轻易的知道说谁是你要的，谁是你不要的，或者是甚至剪掉那个不在你以前很执着，但是现在你看到更好了，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我在执着什么，你就把它剪掉了。因为到这边宝剑2正位跟钱币5正位，宝剑2正位代表的是因为很多人看见你了，所以你可能4月初会碰到有2个人竞争你的状况，然后你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有点没有办法做决定。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做决定？因为你还是有因为以前的创伤受到的伤害，让你感到害怕、不安全感，你很怕做错决定，所以你才会犹豫不决，然后让另外那2个人竞争到要死。快到4月中的时候，这边有2种说法。这边这一排的能量是有一点沉重啊。一个说法是因为你之前受到的伤害，这个是 Tower Moment， 塔牌的逆位，因为以前可能有受到一个塔牌正位的 moment， 让你极度受伤，而导致你可能4月因为有很多的感情对象，或者是潜在感情对象，让你有一点点变成玩咖的倾向，你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去承诺，因为你怕承诺了会像又重蹈覆辙，因为你一直是付出很多的人，所以4月某一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才不要像以前那样，我也要当一个玩咖，自由自在，然后你想要成为那个伤害你的那种人。那另外一个说法是，某一部分的人是你4月中还是会被你可能之前遇到一个玩咖，这个玩咖不愿意，就很有魅力，你很受他吸引，然后可能甚至还蛮有，就是这个玩咖给了你很多情感上的澎湃跟满足，但是你发现是玩咖，所以就变圣杯9逆位。那这个过去的伤害让你还记忆犹新，或者是4月中的时候，你会突然回想到这个伤害，所以就影响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选择另一半，因为你的伤害还深深的存在，影响着你。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你之前认为是玩咖的人，
就是让你受伤的人会不会回来？我这边是没有看到复合牌，但因为你4月中会遇到一个事情，让你决定要好好的处理你对感情的这个害怕的情绪，你愿意敞开，你愿意去疗愈，那疗愈就是要再去看你的伤口嘛。所以4月中会有一件事或一个人让你愿意去重新敞开你的心胸，做出一个改变。因为你抽到了恋人牌，把这个放着，你抽到恋人牌，然后权杖女王。一个说法是你真的 You are the beauty queen， 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那因为你一开始4月初大家都看到你嘛，所以就很多人会欣赏你啊，对不对？所以到4月中你可能会跟一个人开始交往哦，就是你终于做出选择了，然后跟这个人交往。那这张牌，这2张也可以是说，你可能会跟你交往，你决定跟他交往的这个人是一个权杖女王，不管他是男生女生啦，他们会透露出那种很有魅力、很有自信，然后会依照直觉行事，就是他这种说做就做。然后应该也是身材姣好，或者是外貌很帅气、很美丽，所以你决定跟他交往，他会让你感受到一些能量、热情，这是另外一个说法。要么就是你是这个权杖女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权杖女王会不会是那个伤害过你的旧人，这个我不确定，你们自己 resonate。如果有旧人回来的话，请在留言处跟我说。But 我必须要讲，你们可能会因为事业上的关系，或者是经济上的影响，而导致你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关系，不管它是新的关系还是旧的关系的重启。因为这边你4月尾你抽到权杖侍者的逆位，让你没有冲劲，没有办法承诺。所以一个说法是，因为这边是钱币8跟钱币9的逆位都是钱币，所以绝对是跟经济有关。经济的关系让你无法做出承诺，或者是你没有心情去好好的陪这个另一半，或者是你感觉自己不足嘛，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可能没有办法常常带他去约会啊、吃饭啊、送他东西啊，所以让你不想要去太投入。那或者亦或说是你的另一半因为经济的关系而导致你们这一段关系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不过整体的能量，这2张牌整体的能量，4月的感情能量，你绝对是那个众所瞩目的对象，你会赢得很多人的赞赏欣赏，因为这是权杖6的正位，你是情感上的大赢家。可能不是说内在，就是不是说你会真的获得一个很棒的情感，但是至少你会被看见，你的亲朋好友会觉得哇，你怎么突然这么吸引人，怎么这么多人在追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4月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是你绝对要去面对你的恐惧，这边是月亮牌逆位，或者是你的这个突然的火红跟变成当红炸子鸡炙手可热的对象，让你必须要去探讨你的内心。你可能在外面受欢迎，被人家赞赏，回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突然去怀疑自己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会自我怀疑。那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去疗愈的，你要去面对的。如果这么多人欣赏你，真的就是代表你就是这么有才华呀，这么有魅力呀，所以你要去面对，你要去接受自己，这是你4月的功课，好吗？如果你是常常为别人着想，然后都是
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的话，4月你要把注意力放回来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对你的事业跟情感都有帮助。好，我们最后来抽2个塔罗2个神谕卡，看宇宙给你什么建议。Hello， 你们这一组啊是唯一得到2个建议牌职业上的建议牌的朋友，所以职业上宇宙很想要告诉你说，你们4月啊怎么样可以让你们的工作啊计划啊有好的进展，就是你要多想几步，像下棋一样，要有一些计划每一步要怎么走，引导你自己走向那个可以成功的目标，好吗？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不能说攻击你，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很想要汲取你的知识、智慧、能量，那你自己就是要好好的，你要保护好自己，能帮的时候就帮，不能的时候就躲起来啊，就是要小心一些想要分一杯羹的人，或者是好好注意自己的工作时间，不要谁找你就马上回应，好吗？你们这一组的人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boundary 的问题，你要好好的设定好这个界限，不能让别人随便的侵犯到你的下班时间啦，你的工作领域啊，谁该做什么就是要彻底执行，不要丢给你啦，这种感觉。然后这张14号逆位，意思是这张是非常 nurturing 的卡，我抽到这张我就觉得这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给予的人，给予爱，给予帮助，但是现在是逆位，所以4月的时候你要开始学习把这些帮助收回来一点，不要太 overgiving， 好吗？然后如果有一些人可能在你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那种双鱼的能量，就是有一点点想要用这种因为你帮了他而去牵制他们的这种控制欲，这一点你们要注意。如果你有这个倾向的话，你可能会因为帮助了某人，你就想要偶尔会运用一点情绪勒索，要他们来回应你的要求。如果有这个倾向，千万要4月要注意。那这个底牌是这张第2个牌组也有抽到，这张就是我觉得宇宙是在看照你的。你们之前如果做了很多好事，帮了很多人，这张叫 karma， 所以你做的好事你都会获得善意的因果，善意的果报。好，所以不用太担心，你的职业上学业上不用太担心，好好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做对的事情就可以了，然后不要过度付出。感情牌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你们有一些人就是有在会突然想到救人的状态，然后我有问你们说，如果有救人4月回来的话，请留言给我知道，因为这几张宇宙给你的感情建议让我深深的觉得你们有一些人是处在分离的状态，就是分手断联。好，不管怎么样，第一张 trust 信任 transformation occurs through acceptance. Once you accep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will automatically transform.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联，然后一直常常想到这个救人的话，宇宙告诉你说，你们分离的这段期间是让2个人都去转化、去升级的一个阶段，就像蝴蝶蜕变。我想到了蜕变，你们2个人的蜕变阶段，所以是非常需要的。你要去接受这个分离的时间跟状态。你一旦接受了现在的状态，你就会蜕变，你就会进入到你的这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的阶段绝对会迎来更好的，不管是这个旧的对象他可能也蜕变了，或者是你会迎接到一个更好的对象。第2张 reflection 还是其实这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reflection 要自我反省反思，
省思啦，不应该说反思，省思。Give each other some space at the moment. Trust and have faith that all will work out for the best. 哇，你们选择这一副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分手断联。你尊重，不管是你分手还是他分手，如果是对方分手，对方断联，给他尊重他，给他这个空间，给他这个时间，因为你们两个都需要去省思这一段关系，或者是这一段分离的时间，你们各自会遇到一些状况、人事物，让你们重新思考这段关系。所以相信这个旅程，要有信心，所有的事情都会以对你好的方式圆满的解决或圆满的进展。Let there be closeness between you, but always give each other space. Love never claims. It simply allows and gives. 我想要讲，如果你们是分手断联 Let there be closeness between you.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互相觉得非常的契合，然后一直很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现在分开了，会非常的让你非常的揪心跟痛苦。但是如果宇宙现在安排你们分开，代表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喜欢这个人，不代表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我知道这句话听到会很难接受，但是不管你们最后会不会在一起，你要尊重宇宙给你们 assign 的这个历程，这不管是对你或你的对方都有好处，他需要这一段时间。你要去，如果你真的爱他，真的喜欢他，你就给予他这个时间，不要说一定要他回来跟你在一起。你要去释放这个欲望，这个当你一定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小我的比较自私的欲望，那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进展。Simply allows and gives， 允许这个状况发生，你还是可以用灵性去给予对方爱。然后就冥想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跟天使、跟高我说，请传送，我尊重他需要这个时间，我还是爱他，请他好好照顾自己。我相信你的对方会听得到，他可能会梦到，或者是哪天在洗手的时候突然听到你的讯息。牌底 surrender， 臣服吧。每一张牌你们都在叫你们4月要臣服，我知道这个听了一定很烦，就是连续好几个月大家都叫你臣服，你会想说到底要臣服到什么时候？没有办法，这就是必经之路，我们也只能好好的。好，我先讲这张牌哈，不废话。At times we must surrender the old before something new can enter our lives. Let go, and all will work out. 宇宙只是用不同的说法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放下，放弃旧的状态，我们才有空间让新的状态进来。不管是人还是事，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你一定要放手，放手以后，事情才会展开，好的进展。好，我要讲，如果你们这一组有在注意什么双生火焰啊这种课题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我已经这么长的时间都在静静的等待这个我的另一个双生灵魂疗愈回来，你要我放手什么？我要告诉你，放手这个一直注意你的这个双生火焰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个心态，你要放掉它。你可以偶尔冥想的时候给他一点祝福，但是不要一直想着怎么还没有回来，怎么还没有回来，因为你有这种控制欲望的话，你神圣的这个时间就会一直 delay，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注意力，我建议这一组的人注意力放在你的事业上，
当你没有去注意你的这个感情状况的时候，事情就会很顺利的发生了。我是说真的，所以目前就是不要再去想它，好吗？我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我觉得有点沉重，第三负的能量，大家加油！4月春天新开始，让自己焕然一新吧。然后爱别人也要爱自己哦。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读牌，然后请大家踊跃帮我按赞，拜托拜托，踊跃帮我按赞，给我鼓励好吗？谢谢你们。然后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4月运势。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来接收通知。那我感谢你们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哦！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或告诉我接下来想听什么主题。感谢你们，星际种子。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